今天我们要来办一桩宇宙级的学难，主角是时间。我们都知道凶手是谁，他偷走了我们的青春，但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这个比喻不错。你给我们的资料就像是卷宗，里面有来自顶尖期刊的目击证词，有维基百科的背景调查，甚至还有网络论坛上的坊间传闻。没错，这些资料来源横跨了传统的物理学到最前卫的假说，从物理评论里的严谨论文，到一些还在萌芽阶段挑战我们所有认知的思想实验。整个看下来，你会发现物理学家对时间的看法其实跟你我想的完全不一样。我们的任务就是跟你一起从这叠卷宗里找出线索，看看能不能拼凑出时间的真面目。我们会从最经典的嫌疑犯熵开始，对，然后潜入量子世界寻找不在场证明，最后我们会追查一个最大胆的线索：整个宇宙可能是一个巨大的记忆体。是。这趟调查可能会彻底改变你看待每一分每秒的方式。好，那我们就从最广为认知的线索开始吧。时间之箭。时间之箭。这个说法是天文物理学家爱丁顿提出来的，意思很直白，就是时间只会往前走，不会倒带。这听起来像是废话，但物理学家觉得这件事超级奇怪。对，因为在最根本的粒子世界里，时间根本没有方向。没有方向？完全没有。如果你拍下一段两个粒子碰撞的影片，不管是正着放还是倒着放，它都完全符合物理定律，你根本分不出来。这就是所谓的时间对称性。可是，一旦回到我们生活的宏观世界，这条规则就莫名其妙地失效了。就像你资料里维基百科的那个例子，我把一颗球丢到空中再接住，这个影片倒着放，看起来也很正常。是啊。但如果是一杯热咖啡在桌上慢慢变凉，影片倒着放，看到咖啡自己从冷的变热，那就会觉得毛骨悚然。对，为什么会这样？微观世界跟宏观世界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关键就在于一个概念：熵。简单说就是混乱的程度。热力学第二定律是物理学里最神圣的定律之一。他说，在一个封闭的系统里，总体的混乱度只会增加，不会减少。只会增加。对，那杯热咖啡，它的热量会从集中的状态扩散到周围比较冷的空气中。这就是一个从有序，也就是能量集中，到无序，能量扩散的过程。而且这个过程是不可逆的。完全不可逆。等等，这听起来有点奇怪哦。你是说我房间变乱，这个不可避免的悲剧，居然跟宇宙大爆炸有关？问得好。这两件事的尺度也差太多了吧？要怎么连接起来？这正是宇宙学家们提出的过去假说 （past hypothesis）。他们认为，我们之所以感觉到时间有个固定的方向，是因为我们的宇宙有个非常非常特殊的起点。特殊的起点。在大爆炸那一瞬间，整个宇宙处于一个熵极低的状态，也就是极度有序。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颗完美无瑕、内部结构整齐划一的宇宙蛋。所以从那颗蛋爆炸之后，宇宙就踏上了一条不归路，只能不断的膨胀、冷却，变得越来越混乱。完全正确。我们感受到的时间流逝，其实就是我们身处于这个宏大的从有序到混乱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可以说是一种错觉。哇！爱丁顿那句名言就是：如果我们顺着一支箭走，发现世界越来越混乱，那这支箭就指向未来。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记忆，所有我们认为是前进的事情，都只是这个宇宙级熵增过程中的一个小小的涟漪。哇，所以时间不是一个独立的时钟在滴答作响，它根本就是宇宙混乱化的副作用。可以这么说。好，这个宏观的解释我暂时可以接受啊。但你手边的资料也提到了一旦我们把尺度缩小到量子层级，事情就又变得诡异起来了。没错，量子世界是个充满矛盾的地方，其中最大的矛盾就是测量问题。测量问题。理论上，
一个粒子在被观测之前，可以同时处于无限多种可能的状态，这叫做叠加态。当我们一看它，它就立刻决定了一个确定的状态。为什么？为什么我们的观测这个动作有这么大的魔力？没人知道。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出现了所谓的量子塌缩模型。这个模型是说，粒子的状态会自己塌缩，跟我们看不看它无关，是吧？是的，他认为这种塌缩是宇宙内在的一种随机过程，只是发生的几率很低。但最近一篇由意大利物理学家尼古拉·博尔托罗蒂团队发表在《物理评论》研究的论文，把这个想法跟重力结合在一起，然后得到一个非常惊人的结论。我看了一下，他们的结论是，时间本身存在一种内在的根本性的不确定性。这意思是说，时间在最根本的层级上其实是在抖动的，像是有点模糊的影像一样。你可以这么理解。这个理论推导出，我们测量时间的精准度有一个无法超越的物理极限。这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时间本身的属性。哇！不过先别紧张，研究的共同作者库奇亚努和皮西基亚都强调，这个抖动的幅度比我们目前最精密的原子钟能测量的极限还要小好几个数量级。好。你的手表绝对不会因此不准。所以这对我们日常没影响，但它在哲学或物理学上的意义是什么？为什么这个微小的抖动这么重要？因为它第一次在数学上把两个南辕北辙物理学理论连接了起来。哪两个？在量子力学里，时间像是一个绝对的、置身事外的背景时钟；但在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里，时间是相对的，它可以被重力拉伸或压缩。对，这两个一直兜不起来，长久以来都无法相容。而这个研究就像是在这两堵高墙之间找到了一条隐秘的裂缝，暗示着时间、重力、量子这三者之间有着我们还不了解的深刻关系。等一下，如果时间在最根本的层级上会抖动，甚至有不确定性，这就引出一个更可怕的问题：我们怎么确定它真的存在？我注意到资料里有些物理学家跟哲学家，他们更大胆，他们问的是会不会时间根本就是个幻觉？这个问题正是物理学界全球万有理论史撞上的大魔王。很多试图统一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理论，比如回圈量子重力。当他们写下描述宇宙最根本状态的方程式时，他们惊讶地发现，代表时间的那个变数 t 完全消失了。这我真的无法接受。如果最底层的物理现实里没有时间，那改变是什么？我不就永远困在现在这个瞬间了吗？听起来很恐怖，对不对？对啊，这比任何科幻电影都恐怖。你的反应很真诚。一篇网络论坛的假说就试图解释这个问题。他说，改变的发生可以不需要时间的流逝。不需要时间？对，时间可能只是我们意识在感知到之前和之后的状态差异时所创造出来的主观感受。就像电影的胶卷，每一格都是静止的画面，但当它们快速播放时，我们就看到了连续的动作，感受到了时间的流逝。这个比喻很贴切。所以物理学家就提出，时间可能不是宇宙的基本属性，而是一种涌现 emergent 的属性。涌现？就像你眼前的这张桌子，它摸起来是固体，有确定的形状，但如果你用显微镜去看，它只是一大堆不断运动、彼此距离很远的粒子。所谓的固体和 shape 并不存在任何单一粒子的物理定律中，而是由海量粒子集体互动涌现出来的性质。所以时间可能也是这样。没错。好，如果时间是涌现的，那它是从什么东西涌现出来的？如果不是时间，什么东西感觉最根本？你再来看呢？我猜是因果吧。先有闪电，才有雷声，这个顺序好像不能颠倒。完全正确，这就是其中一个主流想法。因果关系，也就是一件事引起另一件事的能力，可能比时间本身更底层。宇宙最根本的规则，可能不是描述事物如何随时间演化，而是描述一个巨大的、由无数因果连结构成的网络。我们所谓的时间，只是我们沿着这个因果网络前进时的体验。好，如果时间不是宇宙的基本设定，只是个副作用，那真正的主角是什么？这个问题听起来很哲学，
但你手边的资料里有个假说，直接给了一个物理学的答案。嗯，而且这个答案非常颠覆。宇宙最根本的不是物质，不是能量，甚至不是时空，而是资讯。是的，这个假说叫做量子记忆矩阵 （Quantum Memory Matrix，QMM）。它的核心思想很疯狂。怎么说？我们所处的时空并不是一个光滑连续的舞台，而是由无数个微小的离散的单元组成的。你可以把它们想象成宇宙的像素。宇宙的像素。说到资讯，我们通常想的是电脑硬碟，但如果整个宇宙就是一个巨大的硬碟呢？这听起来就是这个假说的核心思想。对，就是宇宙的像素，而且它还有个更酷的特性，它像一张会感光的底片。感光？每当有粒子或能量穿过这个像素，就会在上面留下一个微小的、永久的痕迹，一个量子印记。哦，换句话说，宇宙不只是在播放电影，它同时在把这部电影的每一帧都刻录在时空本身这张巨大的光碟上。宇宙在演化，同时也在记忆。哇，这听起来太科幻了。但这个想法之所以被认真对待，是因为它声称能一口气解决物理学上好几个最大的谜团，对吧？没错，首先就是史蒂芬·霍金提出的黑洞资讯悖论。啊，那个我知道。广义相对论说，任何东西掉进黑洞就永远消失了。但量子力学最基本的原则之一就是资讯永远不能被摧毁。对，这两个理论在这里打了几十年的架。QMM 理论提供了一个非常优雅的解答。资讯没有消失，它被印在黑洞周围的时空像素上了。黑洞蒸发后，这些资讯会以某种形式被释放出来。哇，这还没完，更惊人的是，这个理论还顺便解释了暗物质和暗能量，这两个占了宇宙 95% 质能，但我们却完全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是的，这个理论认为，随着宇宙历史的演进，时空像素上累积的印记越来越多，这些储存的资讯本身会产生重力效应，其行为模式和我们观测到的神秘的暗物质一模一样。等一下，所以暗物质可能根本不是一种物质？不是，它只是宇宙过去所有事件留下的记忆的重量。记忆的重量。那暗能量呢？当这些时空像素的资讯储存量达到饱和，存不进去的时候，会产生一种排斥性的残余能量。根据计算，这种能量的形式恰好就跟推动宇宙加速膨胀的暗能量，也就是宇宙学常数完全吻合。所以暗物质和暗能量可能根本就是一体两面。它们分别是宇宙资讯储存的过程和结果。这真的不只是空想啊！资料里提到，这个理论的提出者已经在 IBM 的量子电脑上做了实验。对，他们把量子位元 qubit 当成一个微型的时空像素，成功的把资讯印上去，之后再读取出来，准确率超过90%。这至少证明了时空可以记忆这个核心机制在物理上是可行的。是，如果我们把这个疯狂的想法跟我们一开始讨论的时间之箭连接起来，会看到一个非常美的图像。哦，一篇探讨退相干时间之箭的论文提出了纠缠过去假说。他认为宇宙的初始状态不仅仅是低熵，也就是低混乱，更是低纠缠。纠缠就是爱因斯坦说的鬼魅般的超距作用嘛，两个粒子无论相隔多远，都能瞬间影响彼此。正是，你可以把宇宙的演化想象成一个社交网络的建立过程。社交网络在大爆炸初期，宇宙的各个部分就像是互不认识的陌生人，彼此之间没有连接，也就是低纠缠。随着宇宙膨胀和演化，各个部分开始互动、交换资讯，彼此之间的量子纠缠越来越深、越来越复杂。这个宇宙社交网络越织越密的过程，就是我们所感知到的时间。所以时间的流动本质上就是宇宙中资讯不断被创造、交换和记忆的过程。对，这就形成了一个完美的闭环。时间来自于熵的增加，而熵的增加又根植于宇宙中资讯和纠缠的不断累积。今天我们这趟调查走得可真远，从时间是一支因混乱度增加而指向未来的箭，到它在量子层级可能有微小的抖动。
对，再到它可能根本不存在于宇宙的底层。最终，我们看到了一个全新的显易范档案。时间或许是从一个会记忆的、以资讯为基础的宇宙中涌现出来的现象。这也为你留下了一个值得思索的问题。这些资料中有一篇将这个宇宙记忆理论和生物学及意识连接了起来。我们通常认为记忆就像是储存在大脑这个生物硬碟里的档案。对，但如果时空本身就具有记忆能力，而我们的大脑只是在与这个巨大的宇宙记忆场互动，那这对我们自身的记忆意味着什么？你是说我们的突触 synapses 可能更像是收音机的调谐器，而不是硬碟？我们的生命经历，我们的记忆，其实是被深刻地印记在我们周围的时空结构里。是。大脑并不是在储存记忆，而是在读取那些已经储存在宇宙记忆场中的资讯。这个想法或许会改变你对自己过去的看法。你以为已经遗忘的，或许并没有消逝，只是你暂时找不到调到那个频道的旋钮而已。